大家好，我是点点橙。今天第一次尝试用录音的方式来做影片，这次想来分享我最早开始写的手账。5年前，我开始以画画为练习目标写手账，手边的贴纸跟纸胶带也不多，风格跟现在应该算是很不一样。这本手账是 MD Notebook A5 的尺寸，有格纹的款式，封面是我之前在旅行时拿的地图做的，其实看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啦，虽然跟内容没什么关系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想以子弹笔记的方式来使用它，所以自己写了年历，还有当年度想要做的事。每个月后面呢，就会留一段空白来写写画画。这个是我们那时候228连假到关西玩的游记。当时我们多请了几天假，所以一共去了9天。前4天在京都，后来去了大阪。左边呢就记述了就是这9天来的行程。那右边的话就是我们在京都的时候住的地方。我记得当时是在 Airbnb 上找的，空间蛮大的，感觉就像是住进日本人的家里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我就画下了室内的配置的样子。我们抵达的那天是25日，刚好遇到北野天满宫举办市集的日子。那个市集呢，主要是贩售一些古董啊、玩具，当然也有卖食物。我记得那时候搭公车到那一站的时候，几乎全车的人都下车了，应该算是京都当地真的蛮红的市集吧。那从这个版面呢，可以看得出我那时候写手账还没有开始用水彩，主要都是用水性笔跟色铅笔，风格跟现在很不一样，应该算是比较随意的感觉。右边这页呢，是我们吃饭时遇到的一桌老先生。大家都穿得很漂亮，在台湾我好像很少看到阿公阿妈自己跟朋友约出来吃饭，好像相对也不会穿得这么整齐正式的感觉。第二天呢，去了锦市场，这应该算是去京都的必定行程。那我自己去过2、3次，每次去都会去吃里面的豆乳、甜甜圈，还有烤虾子。在锦市场尾端呢，有一小区拍贴机，我们就是跟着一群高生跑进去试试看那个拍贴机。可是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会调，还是他预设就是这样。但总之最后成品其实看起来虽然有点恐怖，但是其实也是蛮日系的啦。离开锦市场之后，我们搭了蛮久的车到另外一个市集，但这个市集我觉得没有很推，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，所以就略过好了。那隔天呢，我们就体验穿和服。其实我刚好前1年有在东京穿过了。但是在查京都的行程的时候，又被烧了一次，所以最后订的是在清水寺不远处的 Teku Teku 古董和服。现在已经过了5年了，我其实回想起来还是蛮推荐的，就是它的和服花色都很漂亮，导师也很专业，整体来说我觉得印象很不错。右边这页呢，我用纸胶带做出了一个可以抽出来的小机关，那里面放的是之前在清水寺抽到的签。其实我后来好像很少用这种可以活动的小机关，我觉得以后可以多试试看，能够拿起来的感觉是蛮不一样的。接下来这个呢是八坂更生堂，好像大家都叫它猴子神社。神社呢前面绑了很多5颜6色的小沙包，虽然神社小小的，但是它一直都挤满人，因为这里真的超好拍的。那这个呢是宝金川游船。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去岚山搭小火车的，但是小火车没开，最后只好改去搭船。我刚刚查了一下票价，一个人是4100日币。那这个船员总共有3个人，过程其实蛮好玩的，沟通起来都是用很简单的英文。那其实2月的时候还是蛮冷的，所以那个游船除了外面有棚子挡风之外，里面还有一个小火炉。但其实它在那个船晃第一下的时候，它就熄掉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。那这个游船呢，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平缓，它有的地方真的是急流勇进。船呢是用木杆戳到石头上的反力来控制方向，所以沿途呢很多石头上都会有小洞，所以只要船员他们戳中那些小洞，应该说是怂恿我们来鼓掌。到后来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就有一定默契了，所以只要他们一戳到我们，大家就会马上鼓掌，也蛮好笑的。那回到市区之后，我们就到车站附近的 Bigu 卡梅拉，然后在那边发现了一大堆的扭蛋机。那刚好那时候我很热衷扭蛋，所以其实在那边也是玩的蛮开心的。
隔天呢，我们就离开京都去大阪喽。早上就先去了福建道和神社，一整排的鸟居真的很壮观，很有印象中日本的感觉。傍晚抵达大阪，说到大阪就一定要去心斋桥跟固力果合照。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页面的设计，我觉得大阪跟东京的热闹比起来，有种特别张扬的气氛，招牌都好像怕你看不到一样，一个比一个还要巨大。那这个页面的话，一打开就知道哦，我们到了大阪，很有从手杖里跳出来的感觉。我们在大阪住的是 APA Hotel，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去澡堂。那一开始要全裸进去，真的蛮害羞的。晚上呢，到阿倍野展望台 Harukas， 我记得那个时候搭电梯一上去，门一打开的视野超震撼的。虽然跟东京的晴空塔比起来，阿倍野比较矮，但是因为它的建筑是方形的设计，所以其实一路上看得到的视野非常辽阔，就有种一瞬间夜景就在你脚下的感觉。隔天呢，我们就去了天守阁。这个天守阁是后来才重建的，外面还有一个电梯塔。那里面呢有介绍丰臣秀吉的生平，我还蛮喜欢那个展览里的表现方式，就是小小的橱窗里面有实体的建筑模型，那人物呢就是用3D 投影的方式呈现，看起来很生动。天守阁很有趣的是，它外面还有一个1970年的时候世博会买的时光胶囊，它是留给5000年后的人类的礼物，里面有放种子啊、生活用品、电子用品等，好像有2000样东西。那我看到的时候想到的是漫画《幻海奇情》，想说5000年后不管是不是人类，打开应该都会吓一大跳吧。左边呢是因为我们那天很早起来就遇到了很多上班族，因为 APA 毕竟是商务旅馆嘛。那右边的话是因为我留的页面不够了，所以后来就用无印良品的格纹活页纸做了小的内页。这天我们要去大阪环球影城，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做了，我目前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是最蠢的决定，就是一开门的时候，我男友就冲过去哈利波特区抽整理券。那其实我们早期出去玩的时候都没有买网路，所以我本来是想说到园区里面应该会有 WiFi 吧，但是进去之后发现，里面完全没有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找到对方，所以最后我才又回到入口处去用入口处的 WiFi， 然后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他。那我们相遇之后就开始后续的行程。那其实我之前也有去过新加坡的环球影城，跟日本最大的差别就是日本人真的都好用心打扮哦。那虽然我们自己没有打扮，但是其实看到那么多人就是认真 cosplay， 也觉得还蛮开心的。我们这趟日本旅行的最后一站就是奈良，从车站出来之后走一小段上坡有一个公园，从这里开始就会出现一堆路。之前听说因为疫情，所以都没有游客，那些路好像都变得很瘦，感觉起来他们也是疫情的受害者啊。那上面这张图呢，是我看到一个小妹妹，她刚买完鲜贝，鹿群就冲过来。那她本来很开心要喂鹿的，但是以她的高度来说，鹿根本就是怪物啊，所以她就吓一跳，就马上松手。鲜贝可能只在她身上留了5秒钟而已吧，超可怜的。除了可怕的鹿之外，其实也有可爱的鹿啦，就是比如说有的是你跟它鞠躬之后，它也会回鞠躬，这也蛮可爱的。我之前本来想说有可能可以看到长角的鹿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奈良10月份的时候会有切鹿角的祭典。实际到的时候觉得其实这样也好，他们抢食物其实已经很激烈了，如果有角的话，可能真的会有人会受伤。最后离开前，我买了一台拍立得相印机，从当时一直用到现在，想起来也是蛮值得的。现在回头看，觉得以前画东西当然不是很精准，毕竟也才刚开始啊。但我觉得当时有很多做手账的想法很不错，而且很努力的记述下自己真实的想法。其实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我这个方面的初衷应该算没有什么改变，都还是蛮努力想要记录下，生活上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也是希望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可以记起当时的回忆。那希望这次的分享大家会喜欢，欢迎在留言处告诉我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，或是你喜欢像这次这样的分享吗？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我再分享我其他旅行的手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